为什么我们越长大，时间就过得越快？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？小时候一个夏天好像能装进一整套动画片，2次长途旅行，3段友情纠葛和数不清的西瓜和吵架。而现在1个月就像是办公室桌上的咖啡，放下的时候是满的，下一秒只剩空杯。有时候你坐在屏幕前刷着手机，1天过去了，可你回忆起来却像是刚刚吃完早餐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世界的时钟偷偷快了2圈，又或者是不是你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快进模式。现在把灯调暗，开个小风扇当作背景声，一起进入今天的菩提夜话。你站在小学的操场上，手里攥着刚开封的弹珠，周围的空气都有一股午后灰尘混着阳光的味道。课间只有10分钟，但你和同学已经跑到3楼又冲回来，中间还打了局跳棋，吃了颗泡泡糖。那10分钟比你现在早上的2个小时还密度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个有趣的理论是，小时候你的大脑就是一张白纸，你5岁的时候记忆里就只有5年的内容，每多活1年就是整个生命的1/5。这1年装进的事儿、体验、情绪对你来说都极其新鲜，像是硬盘疯狂扩容，每分每秒都值得好好写一项数据。但随着你年龄增长，每一年相对于整个记忆库的占比越来越小。1岁时1年是一生，20岁时1年只是1/20。体验越多，相对增长越少，时间自然感觉缩水了，而且小时候的新鲜感太容易获得了。第1次打针，第1次过生日，第1次考试，连下楼买酱油都能变成1次探险。那会儿你的大脑活得像是一台24小时记录的新机，开机即录。学术界也有种说法，说这叫密度理论。当你的记忆密度高，时间就被大脑拉长，而一旦体验重复，时间就像被压缩的文件，清晰度变低，容量变小。你看，你小时候并没有真的拥有更多的时间，而是你那时的世界足够新鲜，足够密集，足够值得慢慢体会。你现在早上睁眼，打开手机，看看消息，刷2下社交媒体，再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坐到会议里。到了下午，你泡了杯茶，瞥了一眼窗外的云，发现太阳已经快落山了。我们在成年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简单重复，所以大脑中的总数据并没有像儿时那样处在迅猛增长的阶段。大脑处理今天的24小时，只需要动用几年前就已经存好的索引，驾轻就熟，总信息量几乎没有增加，每天乃至每个月在大脑皮层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你没玩也没学也没浪费，只是活着，可你却惊讶怎么时间就这样没了。这就是你正处在一个熟悉区。所谓熟悉区，是一种几乎无需意识参与的日常状态。你不再学习新的技能，不再体验新场景，不再认识陌生人，每日都是在不断的简单的重复，在大脑皮层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一切都进入了自动巡航。你在工作中处理文件，在厨房里煮饭，在公交上听音乐，这些事你太熟了，熟到你的大脑连记忆都懒得更新。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界说，大脑在熟悉场景中会直接调用旧索引，而非生成新记忆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大脑正在偷懒，这并不怪它只是习惯了节能模式。但这也正是主观时间流逝的陷阱，因为没有新记忆，就像电影里删了所有过场动画，你的生活便像被剪辑的只剩快进。而这并不是你的错，是生活的惯性。很多人以为时间变快是生理问题，其实它更多是心理问题。所以有个说法没错，熟悉区是时间的黑洞，它不会发光，不会爆炸，却默默吞掉你每一个小时，每一个清晨，每一顿饭后的黄昏。你也许已经猜到了，想让时间慢下来，不靠冥想，不靠咖啡，更不靠日程管理软件，
而是让自己每天都有点不熟，努力尝试一点新鲜的事物，让他们在你我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。你试过突然走一条从没走过的上班路线吗？或是换个位置坐地铁，看窗外而不是低头看手机？甚至今天吃早餐时试试站着吃，你会发现这一天好像真的拉长了一点点。你不一定要去什么遥远的冰岛，也不用每个月都跳伞换发型，你只需要提醒自己，制造一点点抑制感。这种新鲜感，它会刺激你的大脑更新存档肥，这是以前没遇到过，得认真记下来。于是你那段时间就不再是空白的跳针，而是一格一格清晰记下的长镜头。学术界对这种方法还有个术语，叫做主观时间延展，是指通过主动引发注意力和情绪波动，让个体在回忆时感知时间更丰富、更具体。所以那些喜欢旅行、记录、学习新事物的人，常常会觉得生活更长，而不是被压缩成一团模糊的快照。他们只是找到了那个暂停键。你也可以从明天起换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咖啡馆点单，或者今天晚上洗完澡后用左手刷牙，哪怕只是1分钟，你的时间就在那里开始变慢了。如果你走出办公室，去陌生的国度1个月，就会发现这1个月并没有像办公室里那样，星期3过完就差不多能指望星期天了，而是觉得比在办公室2个星期都要多。这便是对抗时间变快的一个例子，并不是只有旅游才能有这样的效果。你如果在自己身上多试验，会发现能找到很多适用于你个人的手段，但前提是你要有摆脱熟悉区的意识。人生真正的长度并不在于你过了多少年，而在于你有多少清晰的能被记起的活着的瞬间。哪怕你只是今天突然停下脚步，看了5秒的落日光影，爬上墙面，那也是你亲手刻进生命的一块砖。你多记住一点世界，它就少偷走你一点时间。我们都不必做时间的囚徒，更不必害怕生活的重复。你要做的是在熟悉的日子里种一颗颗陌生的小惊喜，这样当你回忆起这一年，它就不再是一段空白的模糊快进，而是一本值得翻阅的慢慢写下的纪念册。闭上眼睛，你现在已经不再焦虑时间的速度了，你正带着觉察重新拾回那些温柔流逝的时光。